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菠菜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入冬后我们要多吃菠菜，对我们身体很好。今天就分享一个菠菜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3个鸡蛋，不用炒，不用蒸，出锅外酥里嫩，营养又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小把菠菜和3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菠菜。把菠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在掰的过程中，如果有黄掉或者是烂掉的叶子，给它摘下来不要了。掰好的菠菜叶子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。像这样的菠菜呢，都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，底部呢会有很多的泥沙，这些泥沙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，需要好好的处理一下。掰好的菠菜叶子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再加2勺食盐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，搅匀后，再把菠菜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菠菜根部的泥沙和杂质泡出来。趁这个时间再准备小把金针菇，大约是200克左右。用刀把金针菇的根部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金针菇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，全部分好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倒适量的清水没过金针菇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金针菇内部的杂质和灰尘泡出来。趁这个时间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些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可以直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菠菜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泡菠菜的水已经变浑浊了很多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，说明菠菜里面的泥沙和杂质已经被泡出来一部分。现在再来好好的清洗菠菜，特别是菠菜的根部这里有很多的泥沙，一定要清洗的仔细一些，一根一根的清洗。菠菜叶子上也会有泥沙，也要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金针菇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泡金针菇的水变浑浊了许多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，再把金针菇好好的清洗一下，一小把一小把的清洗，一定要把内部的杂质和泥沙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2勺食用油，再加2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，搅匀后再把菠菜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菠菜的草酸，还能让菠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菠菜的营养，让菠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加食盐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。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6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菠菜的颜色会更加翠绿。就这样放一旁泡着备用。另起一锅，再烧一锅开水，水开后把金针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。像菌类呢，我们都要给它提前焯水，防止等一下没煮熟，吃了漏肚子。全程开大火烧开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6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就这样放凉水里泡着备用。再另外烧一锅开水，水开后把胡萝卜丝放入锅中，再给它焯水2分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6勺控水捞出，
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金针菇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金针菇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金针菇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挤干水分后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把金针菇切成小段，长度约1到2厘米左右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接着再把菠菜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菠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挤干水分后，再把菠菜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小段，长度约1到2厘米左右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小段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菠菜的碗中，鸡蛋的量呢，根据菠菜的量酌情调整。如果菠菜多的话，鸡蛋就多打2个；菠菜少呢，鸡蛋就少打几个。鸡蛋打好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上了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平底不粘锅预热，放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整个锅底呢都给它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热后，再舀入2勺的鸡蛋菠菜，这个鸡蛋菠菜一次不用放太多，放1到2勺就可以。用铲子整理一下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，也不用摊得太厚了，薄薄的摊上一层，全程开小火慢烙。鸡蛋饼摊好后，先给它烙2分钟，把饼烙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来看一下饼已经定型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像我这样用铲子把饼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把它弄破了，即使弄破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是鸡蛋液还没有完全定型，等一下还会粘在一起的。最后剪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把它推到锅的一边，在锅底再刷一些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热后再舀入2勺的菠菜鸡蛋液，用铲子整理一下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摊好后先不着急翻动，用中小火先煎2分钟，把鸡蛋饼煎至定型。鸡蛋饼煎至定型以后，再用刚卷好的菠菜卷，像这样卷起来，把另外的鸡蛋饼给它卷好。卷好后再推到一边，在底部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再舀入2勺的菠菜鸡蛋液，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整理好以后不着急翻动，再给它煎2分钟，把鸡蛋饼煎至定型。2分钟后，像我这样再用菠菜卷把它卷起来。卷的时候尽量卷得小心一些，即使裂开了也没有关系。全部卷好后呢，用中小火再把表面烙一下，这样外酥里嫩，吃着会更香。4个面都要给它烙一遍，最后烙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在案板上，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段，宽约2到3厘米左右，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菠菜厚蛋烧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？菠菜这样做吃起来外酥里嫩，有浓浓的菠菜香味和鸡蛋的蛋香味，蘸点番茄酱吃，酸酸甜甜的口感可好吃了。这样做的菠菜厚蛋烧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，几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早餐。有蔬菜，有鸡蛋，有菌类，营养非常丰富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很不错，既营养又好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
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